牧城老街除了下街，还有上街与后街。这3条古香古色的街道，紧紧偎依在波光粼粼、奔流不息的青衣江畔，历经悠悠岁月，繁荣了长达上千年之久。他们见证了无数的人间故事，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。老街上有一个门洞，上面还清晰地写着一条毛主席语录。进入大门才发现，这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的顶上镶嵌着透明的瓦，斑驳的光线照进来，让长长的走廊并不显得黑暗。据说这条走廊以前只是一家大户人家的门廊。出了廊道，眼前就出现了一座2层的老房子，纯木结构的房子保存非常完好。这里是牧城最恢宏的老宅张家大院。张家大院曾做过当地的镇政府，当年绝对是古镇上保存最好的民居了。这条幽深的走廊就是张家大院的门廊，可见这里当时的规模是多么的宏大。张家大院占地800多平米，共有48间房屋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庄园。此楼的主人姓张，主要从事造纸这个生意，将纸张顺着青衣江带到了宜宾去出售，然后从宜宾带上了盐酒，在本地贩卖。发财之后建了这栋老屋。虽然这里已经开始让游客参观，但是只有简单的老屋说明，并没有对张氏人家做具体的描述。100年的风雨，老屋被保留下来，而建老屋的人却没有了痕迹。2楼的走廊只有1人多宽，环绕在老屋的四周，在上面走动，木板会发出巨大的声响。走廊外面就是连绵起伏的青瓦，风景非常的好。走廊的转角也修成了圆形，旁边的房间现在依旧可以居住。这就是房间内部的景象，满墙的报纸将老旧的墙板全部遮住了。这间屋子曾经是镇里的党委办公室，老宅的住处十分精美。张家大院耗费了众多的木头，据说都是从青衣江上游顺着江水放下来的。如今这座保存完好的老房子成为了一块历史的拼图，让人们还能体会到当年古镇的盛景。后街是镇中另一条古香古色的老街，街道两边熙熙攘攘的住满了居民，一群美术生正在老街上写生。老街的街道虽然经过简单的修整，但是并没有破坏原始的风貌。古旧的门板沿着老街一直向前蔓延，仿佛在述说着昔日的繁华。由于年代太过久远，不时有老房子的门口被贴上危房的警示。后街的中间有一座大明寺，寺院的墙内外有几棵大树，这几棵黄葛树树干非常粗大，树干甚至成为院墙的一部分。据说最大的那棵已经有350年的历史了。旁边的老人说，是先有了大树，后来才有了大明寺。高大的树冠将侧面的小巷遮盖得严严实实，非常幽静。
后街的旁边有许多蜿蜒的小巷子，巷子狭窄清幽，走在其中，听到悦耳动听的鸟鸣阵阵，繁茂的植物让这里异常阴凉。门口的对联意境深远，蔚蓝天空望峨眉山岳，影入羌湖，春光常在。通红地平看旭日东升，光射两句古镇重光。后街的路口也非常宁静祥和，路边的小院被用树篱笆巧妙地隔开，两边全是盖着青瓦的老房子，尽显田园风光。古镇环境分外优美，行走期间，欢快的鸟叫声恰似动人的旋律，一直在周围欢快地相伴。后街的石板路虽然被水泥砖替换，可并不影响古朴的面貌。大明寺的围墙非常醒目，但是刺眼的朱红色与古镇却并不矛盾，形成了一种和谐。洒满阳光的小巷中，缓缓走过这位悠闲的老人，岁月在这里静静地流淌，老人的身影成了这里最美的风景。这些通向人家的小路，地上的石板上满是岁月的痕迹，而边上的原来的木质围墙不得不用红砖来加固，转到里面就是充满田园风情的农家小院。后街的尽头非常狭窄，只能容2个人对面通过。一重栀子花从墙里伸出来，迷人的花香在微风中飘散。和下街和后街相比，上街就热闹多了。这里现在沿街都是商铺，也是一个集市。这条街和过去一样，依旧熙熙攘攘，沿路古老的商铺依旧在发挥着作用。沿路各种店铺五花八门，反正古镇人的需求大多在这里都能够被满足。这里每一扇门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。这栋沿街的老房子是一个2层的结构，上面的护栏还非常精美，估计房子内部已经非常破败了，只有把中间的一小部分租给了卖服装的。喧闹的声音在老街上回荡，让这几百年的老街有了生气，也与现实产生了交融。牧城镇水陆交通十分发达，距嘉江县只有10公里，沿着青衣江而下，瞬息即到。因此这里商业十分发达。最早这里被称为四川的小上海，解放前这里的造纸和木材是这里主要的产出。现在牧城古镇也是镇政府的所在地，经济也比较繁荣。长长的老街经历过几百年的风雨，还有各种天灾人祸，居然还有这样的风貌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奇迹。上街的尽头就安静多了，两旁的门板紧闭，人们似乎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牧城老街
清幽宁静，宛如一幅古老的画卷，它承载着岁月的痕迹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在这里，古老与希望交织，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生命的力量。愿这片清幽之地永远保持那份古老的韵味，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和希望的源泉。无论是岁月的沧桑，还是未来的憧憬，都能在这条老街中找到栖息之所，让古老的韵味在时光中永恒流淌。